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到，单于用自创的雷护第7式直接秒杀了自己的师兄，也同样是新任上弦之6快月。而另一边，香奈乎正对上杀死狐猎人的上弦之2童魔，但眼前这鬼可是连师傅都不是其对手，香奈乎又将怎么办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尽管知道眼前这只鬼杀害了2位姐姐，但香奈乎还是逐渐冷静了下来。毕竟这可是上弦排号第2的恶鬼，你没有必要跟我在这信口雌黄了。从你嘴巴里说出来的话，全都是编造的谎言，想必你什么都感受不到吧？这句话直击童魔心口，所以你一直都在说谎，因为你感受不到这世上一切的喜怒哀乐，但你却不得不演戏给所有人看。哼，这简直太滑稽了，像个傻子一样。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到这个世上的？香奈乎的一番话像是剖开了他的内心，童魔那挂在嘴边的微笑也渐渐消失了。那就去死吧！眨眼间，童魔便出现在香奈乎身后，就要砍掉他的脑袋。好在香奈乎早已做出了准备，低头躲过了这致命一击，并反手一刀砍在童魔腰上。第一轮的交锋竟然是香奈乎占了上风。这时童魔才看出来，这个小女孩速度极快，并且她竟然能在生死一线中屏息躲过了她的血鬼术。她的实力说不定比刚才那个九柱小姑娘还要强上不少。而香奈乎一边也同样很惊讶，她从未对上过如此强大的敌人。如果不是那股强烈的愤怒，恐怕此刻她连手握日轮刀的力气都没有。但正是因为这份愤怒，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替姐姐们报仇。花谢5之情，换之离草，这一招能在一瞬间发出9连击，但童魔很从容的便接了下来，并露出了微笑。血鬼术枯源落雪，两人的招式你来我往，童魔也渐渐发现这个小姑娘的眼睛很特别，每次都能通过细微的观察躲过攻击，那就先弄瞎她的眼睛好。香奈乎一个后仰，惊险的躲过了这一击，并顺势使出了6之形倭逃。血鬼术急动之云，童魔一瞬间释放出大量寒气，将香奈乎整个人都笼罩了进去，迫使他不得不退了出去。但这下童魔的远程血鬼术就接踵而至，血鬼术慢莲华。正处于半空中的香奈乎虽然勉强挡了下来，但无法收力，掉进了荷花池里。还没完呢，血鬼术凛冽东来击，只见童魔身边幻化出2只女人模样的冰雕。一股大范围的寒气冲着他袭来，正当香奈乎一跃躲过的时候，头顶上突然凭空出现大量冰锥，一瞬间向他砸下。这一连串的招式令香奈乎根本没办法近身，而童魔的身影却越来越远，他似乎并不想这么快结束战斗，一瞬间便消失在原地，下一秒就出现在另一边。而就在那眨眼间，香奈乎的日轮刀竟然就被他夺走了。原来这家伙压根儿就没拿出真正的实力，血鬼术飞散莲华，这下没了日轮刀，这大范围的攻击想要全部躲掉就不太可能了。正当香奈乎已经决定强行用身体接住这一招时，天花板一声巨响，猪头闪亮登场，随后一招5只牙狂暴切割，将攻击全数化解。原来是见到形势不妙，惠利簪用乌鸦将猪头带了过来。你就是第2厉害的是吧？只要打败你，俺就能当上柱了，哈哈！到时候是叫我野兽柱还是猪柱呢？哎，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要是忍知道了，他准会暴跳如雷的。但看着香奈乎惨白的脸色，猪头这才反应过来，忍他死了吗？这一刻，猪头想起了他们的约定，还有他那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。你这混蛋，俺要把你活活咬死！猪头一瞬间就杀了过去，一旁的香奈乎大喊着让他小心不要吸入寒气，但猪头已经杀到了他的头顶，4只牙粉身碎骨。可童魔很轻松的就接下了这招，并抽身斩向猪头的脖子，但谁料猪头的身躯异常的灵活，一个后空翻加上回旋踢化解了攻势。拿好了，别再被抢走了。原来在那个时候，猪头并不是鲁莽上前，他的目标正是夺回香奈乎的刀。但就在这时，童魔一瞬间杀到了2人近前，猪头也不墨迹，直接正面挡下了他的攻击，并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，拉开了距离。下一秒又冲着他杀了过去，但童魔却发现这人隔着这么远就在冲他挥刀了，这距离怎么可能砍得到我？这一刀结结实实的砍在童魔脸上，原来这是猪头的9只牙深蜿蜒裂斩，它能将手臂完全脱臼，以达到延长攻击范围的效果，并能在使用过后瞬间接上。这一招同样也是猪头集训时新创的招式。童魔此刻也称赞了猪头，并表示他从未遇到过这么奇特的攻击。呵呵，本大爷跟你以前碰到的人可不能相提并论。话还没说完，一只猪的头套竟然不见了，转头一看，头套正被童魔拿在手里。哎呀，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你哟！别用你的脏手碰俺的毛皮，我认识你，容我想一想。
童魔只要将手指插进脑袋里，便能回想起过去的事情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有个大概17、18岁的少女，因为被丈夫和婆婆家暴，带着孩子来到了我这儿。当时她已经被打下了一只眼，但那漂亮的脸蛋和善良的内心，我原本打算在她寿终之前一直把她留在身边，但很可惜呀。后来她发现了我是教徒的事儿，然后就抱着孩子逃跑了。最终在山崖边上，她不得不将怀里的孩子扔下了悬崖。原本我以为那孩子已经死掉了，但没想到你竟然活到了现在。伊之助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的妈妈竟然也是被他杀了。你放心，我吃得很干净，不过可惜了他这一生真的毫无意义啊！快住口！香奈乎最能理解伊之助的心情，此刻的他低垂着头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能在这儿碰上你，还真他妈是个奇迹！你这混蛋，杀害了俺的母亲和同伴，俺要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地狱！”伊之助怒吼着冲童魔杀了过去，童魔也在一瞬间撒出了大量的寒气，兽护十字星圆转悬崖，这一招正好驱散了这些致命的寒气。而香奈乎也抓住时机杀到了童魔眼前，可正要使出战技，童魔反手一击就迫使他只能被动防御，并且被击落到了一旁的池子里。紧接着童魔一跃躲到了天花板上，并召唤出一罐他自己模样的冰雕，决定让他来对付这两个小鬼。这个冰雕竟然同样也能使用他的血鬼术，香奈乎和伊之助完全疲于防守，根本做不出有效的攻击，而童魔则准备离开这里了。哦，对了，再弄5个小家伙来，说不定就能更快结束战斗了呢。眼看着童魔又找出个冰雕来，两人心急如焚，这一个都难对付，更何况童魔就要离开这里了，这下可如何是好？可正当童魔要开门离开的时候，只见他整张脸都开始腐烂，眼珠子都掉了下来。开始了，终于开始了！童魔完全压制不住身体的融化，这不是别人，正是被他吞噬的蝴蝶忍的攻击。在场的只有香奈乎知道，其实蝴蝶忍在集训的时候就和他谈过了。他知道要想打赢这一战，他自己就必须被他吃掉，因为他知道单个上弦的实力足以匹敌3位以上的主，所以他很早之前就开始不断摄入紫藤花之毒。而如今他身体里的毒素相当于致死量的70倍。童魔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那个孩子的毒，他必须赶快进行再生。但他用全力再生，一旁的冰雕就没有余力再维持。伊之助和香奈乎终于抽出身杀了过去。不过就算这种毒素也不能100%保证能杀死上弦鬼，所以姐姐一定会设法削弱他的实力。而这致命一击就交给你了，小樱。这绝佳的机会是姐姐付出了生命替他们争取的，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童魔也不得不拿出了全部实力，血鬼术步冰水莲菩萨，一块巨大冰雕拔地而起，随即一巴掌就冲着两人拍了下去。显然此刻的童魔也正做着拼死抵抗。香奈乎知道是时候用出那一招了，虽然姐姐告诫过自己那一招说不定会令他双目失明，但姐姐都已经用生命替他制造机会了，这点小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花之呼吸终之行，彼岸朱眼。他的双眼受到压力被鲜血染红，但其动态视觉被提升至极致，其他物体的动作看起来就会变得很慢。他一跃躲过了冰菩萨的攻击，一瞬间就斩向了童魔，但这一刀却正好卡在他脖子上，因为此刻冰菩萨的寒气令他整个手臂都冻僵了。而就在这时，猪头临时想到了新的招式，兽之呼吸，飞之噬咬，实际上就是将双刀扔了过去。这一击正好击中香奈乎的刀背，原本被卡住的刀加上这股力道，童魔人手分离。他最终还是败给了这些看似弱小的人类，可实际上他永远都不能明白愤怒带给人类的力量有多么恐怖。其实是他自己一手造就了这些极度疯狂的人类。就在陷入黑暗的时刻，蝴蝶忍出现在他眼前。你总算死掉了吗？太好了。可是我们的鬼王还在啊，你不担心吗？我坚信在我的战友中一定会有人将他消灭。在这一刻，童魔似乎感受到了他从未有过的东西，这种感觉明明没有心脏，却能感到什么在跳动，这就是所谓的恋爱吧。小忍，你好可爱啊，你愿意跟我一起下地狱吗？孤零零的下地狱去吧，你这混蛋。回到现实里，猪头正气哄哄踩着正在消散的童魔，俺总算是报仇了，哈哈哈哈。但随即他就大口的喘起气来，俺才没有妈妈。可他的脑海里还是控制不住出现的那道身影，他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妈妈。而另一边，香奈乎的右眼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，但还是在荷花池里寻找着姐姐的头饰。他低着头向姐姐们道歉，并表示自己真的已经很努力了。而这一刻，他仿佛看见了两位姐姐的身影，她们手拉着手，笑得很开心。
而下一幕，他们的家人也出现了。这一刻，他知道姐姐终于可以和家人们团聚了，泪水止不住的涌出，他终于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。这一场惨烈的对决终于结束了。但在这无限城里，各个地方都在爆发大战。其实，在两人大战同魔之前，炭治郎一边就已经碰到了麻烦。一道身影从天而降，好久不见了，早门炭治郎。上弦之三一窝座来袭，而炭治郎也瞬间暴怒，这一次他是要为炼狱大哥报仇。那么本期同魔篇全部内容就结束了，下篇将是炭治郎和义勇决战一窝座，精彩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暂且就先叫一窝座篇。需要 BGM 的可以关注麒麟同名网易云，也可以扫描上方二维码加入麒麟的交流群，便能获得最新的视频更新消息。最后感谢所有支持麒麟的小伙伴们，你的关注加3连就是麒麟最大的动力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